金某这里有一件异宝，一直没法判断其用途和来历，嘿嘿，想让道友鉴定一下。哦，当然，若是道友识货，就此卖给道友也是无妨的。想必凭道友的身家，也肯定买得起此宝的。嘿嘿嘿嘿。老者打量了韩立腰间灵兽带和储物带两眼，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异宝。韩立皱了皱眉，目光也在老者身上盘旋了一会儿。好吧，既然道友跟踪了在下这么久，看来也有诚意，在下也看看无妨。我们找间密室谈谈吧，正好在下也有些话想找人了解一二。密室只要付1块灵石的，有些奢侈了吧？没关系，这点灵石在下出就是了。韩某只是希望道友的异宝不要让在下失望才是。嘿嘿嘿，道友尽管放心，这东西是小老儿冒奇险才得到的，绝对非同一般。嘿嘿嘿。韩立点了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当即带着老者向一侧的殿堂走去。走进殿堂，里面是一处数十丈的巨大厅堂，空空荡荡，只有一名身着青衫的筑基中期女子在中间的一块蒲团上打坐闭目。一见韩立和老者走了进来，他立刻睁开双目，站起身来。两位道友到此是想看看本殿收藏的一些法诀秘术，还是需要一间密室和人交流修炼心得？此女目光一扫韩立二人，含笑说道：给我二人一间密室即可。韩立心里丝毫就没有去看典籍的兴趣，毕竟可以对外让普通修士看的秘术功法，可想而知有多普通。需要1块灵石，而且只要出了本殿，密室就要收回的。随后伸手往腰间一摸，一个数寸大小的微型石屋就出现在了手中。韩立见此东西一怔，但随后神色如常，拿出1块灵石交予对方，然后接过了此东西，好奇地打量了起来。怎么，道友是第一次见到天机屋吗？不错，在下的确从未见过这等东西，这是法器。天机屋算是法器，也可不算是法器，但很方便，只要注入灵气即可放大使用了。当然，低阶的天机屋只能放大缩小，并未有其他功效。说是法器，实在是勉强了些，但高等阶的天机屋却可以附带阵法，加持禁制的，甚至是可以堪比法宝的存在。当然，我们现在给道友的只是较普通的一种，除了可以隔音防窥视外，就没有其他功效了。韩立听到这里，心中一阵惊讶。虽然他进来时被告知说这里密室可供租用，但没想到竟然是这种稀奇的东西。这东西在天南可是没有。多谢道友指点。韩立口中称谢，然后在对方指点下向一侧的偏殿走去。金元紧跟在韩立身后，但片刻后就忍不住说道：道友竟第一次见天机屋，嘿嘿，还真让小老儿有些意外呢。哎呦，不过这也难怪，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天机阁专门出售给散修和经常远途跋涉的高阶凶士用的。道友如此年轻就有如此的修为，一看就是哪个宗门精心培养的弟子。嘿嘿嘿，这等华而不实的东西自然不会去购置的，而且这种东西价格实在不菲，有灵石自然还是去购置法器灵药更合算了。哦，像这种较普通的天机屋大概需要多少灵石？都是这样的一种形状吗？低阶的只要摆1块灵石即可，高阶的则看附带的法阵禁制了，但基本上比同阶的法器要贵上许多。至于形状嘛，倒是五花八门，有塔形、楼阁、宅院等各式各样形状。甚至听说天机阁最顶阶的天机屋，根本就是一个小型洞府，方便异常的。小型洞府。韩立听到这里身形一顿，有些吃惊。
韩兄还是不要想这种好事了。这种洞府型的天机屋，最简单的也要数万灵石一个，哪是我们这种修士可想的呀？嘿嘿。韩立神色恢复正常，点了点头。这时他们已经来到偏殿中，只见此处稀稀拉拉的有5、6个石屋出现在殿中，无一不和韩立手中的微型屋子放大后一模一样，并且表面闪动着白白的光。韩立心中一动，随意地用神识探测其中的一间房屋，果然神识方一接触就被一层禁制挡住了。这种禁制简单异常，神识可以轻易地破禁而入，但同样禁制已被破坏，屋子的主人立刻就发现有人偷窥，马上就会警觉起来。这倒还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防止他人偷听的手段。心中如此想着，韩立把那个微型屋子托起，手上青光闪烁，注入了一些灵力，顿时屋子微微发热，同时颤抖不停。韩立毫不犹豫地将屋子扔向了一处空地，白光一闪，轰的一声闷响后，一个数丈大小的屋子出现在了眼前。金兄，请进。韩立瞅了2眼屋子，就扭头对着老者客气说道：那小老儿就不客气了。哎呦，别说呀，这天机屋在下虽然见过，但还真没进过几次呢。金元摸了摸下巴处稀疏无几的短须，嘻嘻一笑，就上前几步拉住石门走了进去。韩立笑了笑，同样缓步进入屋中，并随手带上屋门。屋子里面不大，倒也精致，中间不但有石桌石椅，还有附有一张青石长床。老者大模大样地坐在一把石椅上，韩立伸出一只手按在了墙壁上，将屋子的禁制激发启动，才走过去坐在老者对面。先前听道友说有事情要了解一二，不知是何事情啊？没什么，在下准备在观宁府逗留一段时间，但是对此地世家宗门和一些禁忌都不甚了解。我听道友的口音正好像是本地人的样子，想找道友打听一二罢了。啊，原来是这种事情，没有问题。不是小老儿自夸，不仅是观宁府，就是整个辽州都没有小老儿不知道的事儿。韩兄想先听些什么呀？既然此地的主人是观宁府的3大世家，就先从他们世家说起，最好能将近些年发生的一些大事说上一说，也好让在下长长见识。观宁府修仙世家，怎么说呢？这片地方基本上应该属于儒门范围，因此大大小小的世家也多是出自儒门各宗之下。但是观宁4大世家却并非如此，除了孔家外，其余3家却各有传承。4大世家？观宁这地方不是有3大世家吗？观宁3大家只是说这几年的事情而已，这10年前呢，还应该是4大世家才是。但是其中的冯家不知怎么得罪了其余3家，结果一夜之间被这3家连根拔起，嫡系子弟都被铲除干净。听说当时冯家在商量什么大事儿，所有嫡系子弟正好都集中到一起。韩立坐着静静听对方讲述冯家当年发生的事情，再和那位冯诊讲述的一一对比，看看其中是否有什么蹊跷之处。讲完世家的事情，老者口中又开始讲述观宁大小不一的宗门宗派。这叫金元的老者显然去过不少地方，也经历过一些事情，不仅江宁府，其余府城也是了如指掌的样子。韩立听得很满意，也对整个辽州的修仙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可比那曹梦荣身上得到的情报细致多了。不过这位是个话篓子，一讲起来唾沫横飞，口若悬河，片刻不停，甚至还不时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见解。
而这么一说，足足花费了1刻钟的时间。当老者终于有些意犹未尽地闭上嘴巴时，韩立展颜一笑起来。有劳道友替在下讲了这么多，不过下面可以说说金兄的异宝了，能否拿出来让在下先开开眼界？异宝啊，当然可以。嘿嘿，小老儿还想让韩兄帮在下鉴别一下呢。在韩立的注视下，老者有些神秘地从腰间的储物袋掏出了一个玉盒，放置在桌上。韩立目光往盒中一扫，神识笼罩在其上，但随即心中一怔，神识一扫过去，盒中之物竟然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排斥之力，竟无法渗入其中。这一下韩立真的感兴趣起来，而金元则小心地打开盒盖，露出了一团金光耀目的东西来，拳头大小，朦朦胧胧的样子。道友可以细看看此物，看能否认出来。金元将玉盒往韩立身前一推，有些殷切。韩立眉梢微跳，一言不发地拿起玉盒，托在眼前，细望起来。这时他才看得清楚，这竟然是一个仿若气泡般的存在，表面闪着异样的金光，中间则透明空空，但是上面丝毫灵气都没有，仿若凡物一般。端详了半天后，韩立伸出一根手指，灵光一闪，被一层青光包裹着，往上面轻轻一戳，随之此手指深陷里面，软软的，柔柔的，仿佛真是一个气泡般的存在。韩立面上露出一丝亚色，想了想，再次将神识放出，缠在其上，结果气泡微闪几下，将神识推到了一边。不过这次韩立不加思索之下，加大了神识的强度，一缕接一缕的神识往此物缠绕而去。顿时奇异的一幕出现，只见盒中气泡表面金光闪动不停，体积却是开始一会儿膨胀，一会儿收缩，幅度不大，犹如一个跳动的强劲心脏一般。这是什么？大眼前辈，你见过吗？你真以为老夫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啊？这东西老夫从未听见过。不过既然能抗拒你神识渗透，倒也称得上是一件异宝。详细问问对方怎么得来的此物，然后是否收下此物，就随你自己的意了。听了大眼神君此话，韩立心中一笑，没有动怒，而是目光闪动之下，神识一收，让气泡恢复了正常，并将玉盒放回了桌上。怎么样，这样东西道友可认识吗？抱歉，韩某阅历有限，实在无法认出此物。韩兄也不认识啊。不过我刚才见此物有异变发生，还以为道友知道其用途呢。老者满脸沮丧，并隐隐带有一丝怀疑。韩立轻笑了起来，毫不在意。刚才的异变只不过是将大量神识将其包裹产生的，虽然不知道是何物，但他称之为异宝，倒也勉强够了。哦，有这样的事情？韩立仿佛有些将信将疑，目光落在了盒中的金色气泡，一凝起来，同样将神识放了出去。韩立见此神色不变，静静地看着老者的举动。过了一会儿后，那气泡果然同样金光闪动，并且微微伸缩膨胀起来。而老者长吐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些许疲倦之色，闭目稍微养了一下神后，又睁开了双目。金某不济，让道友笑话了，但韩兄神识强大，真非比一般呐。金元口中说着，脸上露出了羡慕之色。在他想来，对方修为和其差不多，但刚才的举动举重若轻，而自己吃力到如此地步，自然是因为对方是天生神识就如此强大之辈。这在任何宗门中肯定都是重点培养的弟子，前途一定不可限量。韩立微微一笑，倒也没有反驳什么。